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38岁赵丽颖上海逛街素颜曝光，又黑又瘦，显得疲惫憔悴。这2天，一组赵丽颖在上海街头逛街的素颜照片突然在网上炸开了锅。照片里的她穿着简单的白 T 恤配牛仔裤，头发随意扎着，脸上没有任何妆容，整个人看起来确实比荧幕上瘦了不少，肤色也偏暗。这下可好，评论区直接分成2派吵翻了天，有人说女神幻灭了，也有人力挺这才是真实的模样。其实仔细看这些照片，赵丽颖的状态倒也说不上多糟糕。她正在一家甜品店门口排队，手里还拿着杯奶茶，时不时低头看手机，跟普通逛街的女生没什么两样，就是眼袋有点明显，笑起来眼角能看到细纹，确实能看出疲惫感。但想想也正常，她最近正在拍新剧《与凤航》，据说每天拍摄时长都超过12小时，换谁连轴转工作都会显累吧。这些年我们见过太多女明星的素颜争议了。去年刘亦菲素颜逛超市被拍，今年年初杨幂戴口罩现身机场，都引发过类似讨论。有意思的是，男明星素颜出街就很少被这么评头论足，好像社会对女明星的外貌要求特别苛刻，必须时刻保持光鲜亮丽，稍微露出点疲态就要被说颜值崩塌。我特意翻了下赵丽颖最近的工作行程，除了正在拍的《与凤航》，她手上还有3个代言要拍广告。上个月刚参加完巴黎时装周，下个月又要进组新电影。这工作强度，别说女明星了，就是铁人也扛不住啊。她工作室的小伙伴曾经透露，赵丽颖经常凌晨3、4点才收工，第2天早上7、8点又要开工。这么看来，能在休息日素颜出门喝个奶茶，反而显得挺真实的。说到这个，不得不提现在娱乐圈的内卷现象。前阵子某制片人在采访里说，现在剧组选角，首先考虑的不是演技，而是演员能不能配合007的工作节奏。很多年轻演员为了争取机会，主动要求减少休息时间。赵丽颖算是85花里出了名的拼命3娘，从《陆贞传奇》到《风吹半夏》，她几乎每年都有作品上线。这种工作强度下，皮肤状态有起伏太正常了。再看看网友的评论也挺有意思，有人说明星赚那么多钱，保持状态不是应该的吗？这话听着在理，但仔细想想不太公平。就像我们普通人上班挣钱，也没见谁要求程序员必须头发浓密，会计必须皮肤零瑕疵吧？职业素养和外在形象本来就不该划等号。况且很多镜头前的完美状态都是靠专业打光、后期修图实现的，真要较真起来，电视里的新闻主播离开演播室也是普通人一个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赵丽颖这次被热议，也反映出一个现实问题，观众对演员的要求是不是越来越矛盾了？一方面喊着要真实，反感过度修图的宣传照，另一方面看到真实状态又忍不住挑剔。就像之前《风吹半夏》里，她故意化憔悴妆演创业女青年，当时还有观众吐槽太显老了，可那不就是角色需要的效果吗？我认识一个跟过组的化妆师说过，现在剧组最怕的就是演员状态不好，有时候连续大夜戏拍下来，演员脸上爆痘、浮粉根本遮不住，只能靠后期一帧帧修。有次某女演员高烧39度还在拍雨戏，收工后整个人都是飘的。这些幕后故事，观众在成片里根本看不出来。再说回赵丽颖这组照片，有个细节挺打动我的。被路人认出后，她不仅大方配合拍照，还笑着提醒对方注意安全。这种自然亲切的态度，
比刻意维持的完美形象可贵多了。想起他之前在访谈里说的，演员只是我的职业，下班后我也要生活。可能我们真该重新思考，到底期待从明星身上看到什么？说到底，一个演员的价值应该体现在作品上。赵丽颖从花千骨到幸福到万家，每个角色都有突破。相比关心她逛街时有没有化妆，不如多关注她在新剧里的表现。毕竟镜头前的光鲜只是一时的，塑造出打动人心的角色才是真本事。这次素颜风波倒是给我们提了个醒，在追求真实的同时，是否也该对他人状态多些包容？毕竟谁还没有个休息日不想化妆的时候呢？下次再看到明星的生活照，不妨少些苛刻，多些理解他们镜头外的样子，或许才是最真实的人生片段。2. 东方卫视完播，赵丽颖、陆毅领衔，播2集就收视第1，值得重温。赵丽颖从可爱甜美的花千骨，到坚韧勇敢的楚乔，再到霸气十足的碧苍王，一次次用精湛的演技征服大家。近年来，赵丽颖涉猎多种题材，是要成为全方面发展的演技派。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赵丽颖几年前的那部谍战剧《胭脂》？当时在东方卫视播出时，可是热度颇高，收视率直接登顶。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重温一下这部剧吧。剧中赵丽颖饰演的是富家千金蓝胭脂，天真烂漫，充满活力。但1937年的上海被战争的阴云笼罩，淞沪会战即将爆发，又有几人能够一直保持着天真？那次，蓝胭脂目睹了日本人的暴行，内心深处的爱国热情瞬间被点燃。她开始思考自己能为国家做些什么。期间，她结识了军统军官宋冕。宋冕看到了蓝胭脂的天赋和潜力，引导她加入了军统。胭脂对这个神秘的组织充满了好奇和憧憬，她初入军统，努力学习着各种特工技能。但周宇浩的出现打破了她的计划。周宇浩是名3重间谍，既是军统的一员，也是特高科督察员，更是中共地下党员。他有着坚定的信仰，高尚的品德。在与胭脂的接触中，他逐渐发现了胭脂身上的闪光点。但随着战争的不断升级，上海的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。胭脂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，要面对敌人的追杀，还要应对内部的勾心斗角。但是，胭脂从未退缩。这期间，她和周宇浩的感情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，但在身份和使命之下，他们的爱情充满了坎坷。不过，在与周宇浩的相处中，她逐渐被他的信仰所影响。再加上胭脂逐渐看清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黑暗，她逐渐开始对自己的信仰发生了动摇。这时的周宇浩见状，便引导胭脂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脱离军统后的胭脂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红色特工。她与周宇浩一起抗击日本侵略者，为实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而努力。而这期间，蓝胭脂的好姐妹冯曼娜在经历家庭变故后，被日本人利用，成为了特高科的特工。她与蓝胭脂反目成仇，昔日的好友成为了自己的敌人，这让蓝胭脂十分痛苦。但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，继续为抗战努力奋斗。在胭脂和周宇浩的努力下，他们成功地获取了重要情报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。而蓝胭脂也成为了一名坚强勇敢的战士。胭脂作为一部谍战剧，以1937年的上海为背景，真实地展现了那个动荡年代的社会风貌和人民的生活状态。胭脂自播出后，收视率便一路攀升，剧情紧凑，充满悬念和惊喜。当然，这也离不开剧中主演们的付出。赵丽颖、陆毅等实力派演员的精彩表演相互辉映，共同打造了这样一部令人难忘的谍战佳作。又是一年影视寒冬，是时候回忆历史了。
不看这部剧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